家好，我是扶摇，欢迎和我一起探索未解之谜。相信大家通常都会觉得意识是大脑的产物，大脑会支配人的四肢和感官，对吧？可是如果有人说人的意识其实有更高级的能量，不但能改变人体，还能改变周遭的环境，甚至还能反过来决定人的命运，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人的意识与能量的关系。可能不少人听说过安慰剂效应，就是说对于一些本来无效的治疗方法，见它有效，那么这些无效的方法就能变得有效，就能改善健康，并且还能改变认知。比如说在做对比研究时，医生只给病人注射生理盐水，但是病人自己不知道。医生告诉病人，我给你注射的是某一种治疗药物，对，这个生理盐水就是其中的安慰剂。结果呢，施打安慰剂的这个病人的病还真就好了，其实就是生理盐水，但是效果却如同使用真的药物一样。目前这种安慰剂效应的有效性在医学领域已经获得了一些证实，这似乎是一种超越实体的来自精神的力量，治愈了病人的病患。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一些能影响安慰剂效应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和人的精神和思想有关。比如说，乐观的人比悲观的人更容易产生好的影响。在人看到他们信任的医生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症状有减轻的感觉。而且当研究人员告诉这些被测试者他们的睡眠时间比实际时间长，听说自己的睡眠充足了之后，这些被测试者在语言和算术测试当中也都表现的效果更好了。另外，当酒店的清洁工听说自己的工作可以当做体育锻炼的时候，他们的健康状况，包括体重、体脂、腰臀比还有血压都有改善的情况。不过问题都得两方面来看，这个安慰剂效应其实也有一个反安慰剂效应。通常呢，我们把它称为安慰剂的邪恶双胞胎，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负面的期望，那么他的症状也会恶化，甚至会对生命造成危险。好，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流传很广的反安慰剂效应的真实案例。伯纳德·朗博士是美国著名的心脏病专家，也是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有一本著作叫《失落的治疗艺术》。书中他介绍了一个惊人的试验，时间是在1936年，地点是在印度。有一天，一名被判绞刑的犯人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里面站着一个人。犯人以为他是监狱的管理人员，实际上呢，那是一名研究人员。研究什么呢？就是专门研究精神对身体的影响。研究人员对这名犯人说，现在我要对你行刑了。不过研究人员还说，犯人可以选择行刑的方式，一个是上绞刑架，一个是失血而死。这名犯人选择了后者，于是研究人员就把他绑在床上，并蒙上了眼睛。而这名犯人不知道的是，下面的4个床柱和滴水桶上都挂着盛水的容器，然后研究人员在他的手腕上划了一下。要注意，实验人员并没有真的划破他腕上的血管，但是犯人自己觉得手腕被划开了，他以为自己要以这样的失血方式死亡。这个实验还在进行中。随后，实验人员在划过犯人的手腕之后，打开了水龙头，开始让水滴出来，为的是让犯人听到滴水的声音。一开始呢，研究人员让水滴答滴答流得很急速，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放慢水流的速度，给犯人造成一种血快流光了的错觉。到最后滴水声停止的时候，这个健康的年轻人的心脏也停止了，他已经死了，而从头到尾他没有流一滴血。这个实验因为挑战伦理，所以在西方没有人重复做过。不过现代科学认为，意识带给人身体的影响在时时刻刻都存在着，而且有着惊人的影响力。我们之前在新年特辑中提到过大卫·霍金斯博士，他1927年出生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是一名意识领域的先驱研究者，也是临床医生和科学家。
他在这个领域很有名，很多的电视节目、广播节目都邀请过他。他还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牛津论坛、圣母大学、哈佛大学等地广泛的讲学。霍金斯博士和其他的几位学者一起，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专门做研究。他们研究人的意识和人体的振动频率，还制定出了一份人类意识分布图解。测试对象都是他们随机选择的，遍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南美、北欧等多个地方，涵盖了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行业、年龄等多元性的指标。就是说，这是一份很全面的研究，积累了上百万份资料，还做了超过25万次的对比校正，确定出人的价值观、态度、情绪，展示出人的意识能量级别。咱们就来看看这张，就是霍金斯博士的意识分布图解。他们研究发现，人的不同的心态和情绪都会对应不同的振动频率。在这张图中，能量级别200是分界点，它代表振动频率是2万赫兹，而低于200的意识能量是负面的，对人是有害的。霍金斯博士认为，人的能量级别低于200的时候，人呢就容易得病。通常人的邪念、不好的念头就会导致人处于最低的能量。另外，当人在承受巨大的痛苦时，能量也会降低，对人的健康也是有害的。我们从低到高来看一看这个能量级所代表的含义。能量最低的是羞愧，能量级别为20，接近死亡。在这个时候，人会感受到深深的痛苦和不幸。在日常生活中，就会体现在被人打了、被人骂了、被人欺骗了、嘲笑了。在这种心态下，很多人会选择自杀。说到这儿，在这个网络时代，网络霸凌带来的悲剧可真的是不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有些人呢，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但人却不知道自己的一时痛快会给别人带来怎样严重的伤害。其次是有罪，能量级别为30，在这个层级的人呢，有着深深的罪恶感，或者是自知做了坏事，比如在逃的杀人犯、大毒枭、匪徒等等。在这个当下，人的心理反应是邪恶，这两种，一个是羞愧，一个是有罪，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是受害者与施虐者，而不论哪一种，意识能量层级都是最低的。而受害者因为羞愧，反过来或许也会变成施虐者，报复对方。好在霍金斯博士的研究当中，处于这个能量层次的人还是很少的。而之后是冷漠，能量级别为50，在这个状态中的人既不关心自己，也不在乎他人，对世界和人的看法是无望。对酒精、毒品、药物等等高度上瘾的人，他们的意识能量就在这一层。这3种意识可以说是处在地狱层，由此往上是忧伤、恐惧、强烈的欲望、愤怒和傲慢，这些都是低于200，都是属于对人身体有害，并且会使人生活不幸的负能量级。而到达200这个能量级，意识才开始呈现正能量。首先是勇气，包括坚韧不拔、承担责任等等；然后是淡定，也就是遇事镇定从容，因此也可以妥善地处理好问题。接下来是主动，这样的人会主动完成工作任务，因为他们不骄傲、不固执，所以呢，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和问题，自我成长。再到宽容，这类人的意识能量已经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了。成功的企业家、政治家，还有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的意识能量多半是在200到350。那么再往上呢，是理智、仁爱。这类人呐，有可能是在科学界或者是思想界获得巨大成就的人。据说爱因斯坦、牛顿等人就是属于这个层级的。而能量达到400到500者，在人类社会中已经寥寥无几。而当一个人的意识能量能够达到540的时候，就是内在的喜悦这一层，他的意念就是有特殊能量的了。在他的能量场范围之内，人们会感受到身体的病痛得到缓解，精神创伤也能得到抚慰，
而到了祥和这个状态时，人就会有着更明显的意识能量、疗愈能量，更能关爱他人。再到开悟这个层级，这便是历史上那些创立了精神典范，并能让历代人跟随的觉者的能量层级。霍金斯博士说，他有幸见到过一个这样的人，是特蕾莎修女。特蕾莎修女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她走进屋子里的一瞬间，在场所有的人心中都充满了莫名的幸福感。她的出现一下子就使人们几乎想不起任何杂念和怨恨。根据霍金斯博士的研究，他所处的时代，世界上只有12个能量级别在700到1000的人。不过，霍金斯博士表示，他的一生中没有亲眼见过能量级别超过1000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的诞生会给全人类带来福分，并能影响全人类的意识能量场。他们的意识完全是神性的。传说耶稣在村子里一出现，就会使围上来的人们心境都变得无比清澈纯净了。而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应该也是属于这一层级吧。霍金斯博士和其他的学者所进行的一项实验，结果表明，每一个人的能量等级都是由这个人的信念、动机、行为准则和心灵境界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能量等级又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一切。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最终会为我们的每一个念头、语言或者是行为负责。这听起来很像是中国古人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一个人所处的能量层级在200以下，对人来说是有害的。所以呢，要是从200以下跃升到200以上，就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能量跳跃了。这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能量层级的自我提升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振动频率和能量水平。包括书籍、绘画、建筑、音乐、食物等等，通通都有一个自身的能量级，而人所处环境中的一切也会对于这个人的意识层次产生影响。举个例子说，中国古人讲德音雅乐，认为注重道德、志趣高雅的音乐具有纯正的能量，无论对于演奏者还是听众来说，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甚至可以治病。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提到说，五音疗疾的理论，将宫商角徵羽这5音分别对应人体的脾、肺、肝、心、肾5个脏器，以不同曲调的音乐治疗不同的疾病。而在中国正体字当中，药这个字就是音乐的乐字，再加一个草字头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以草本植物之形起到音乐的治疗作用。说到这儿呢，大家知道吗？英国的声学工程师约翰·斯图亚特·雷德发明了这么一种仪器，用于音流学领域的研究。他们发现呢，不同频率、不同能量级别的声音会对于水产生不同的作用。而大家知道，咱们人体70%就是水组成的，因此不同的声音也必然对人体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和中国古代五音疗疾就很像了。看来，现代科学和古老的智慧又找到了一个共通点。而以上咱们只是以音乐举了一个例子来说，实际上呢，很多事物的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提升自己的能量等级，获得幸福感，那么就可以尝试多接触那些正统的、美好的、有助于提升道德修养的事物。比如欣赏那些能量级别在500以上的人所留下的经典名著、古典音乐、传统的绘画作品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打坐修炼。现在科学研究显示，打坐之后，人体的新陈代谢水平会下降，心跳减缓，血压也会随之下降，而人的大脑之内代表平静的脑电波的强度也会大幅增加。也就是说，打坐可以令人变得平静祥和，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强调打坐调息的。根据庄子记载说，皇帝曾向广成子询问学习长寿之道。广成子告诉皇帝，
打坐静心，既可以养生延寿，又可以开慧增智。大家知道吗？其实东西方正统的修炼文化都是由那些能量级别最高的开悟的觉者所留下的智慧，其中就蕴含着让人顺应天道、重德行善的思想。觉者们是在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阐述了他们所知道的精神提升的方法，用来启发人的神性，帮助人们变得宽容、理智、仁爱、喜悦，并最终达到开悟。如果说提升能量级别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可能就是聆听觉者的教诲，追寻觉者的足迹吧。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我们终于更新结尾的小视频了，估计之前的那个您应该已经看腻了。还是那句话，如果您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有意思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大家有感兴趣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我们的节目组会和您一起去探索更多神秘的存在。这里还通知大家，我们最近开通了捐款网站，也欢迎大家以这种方式支持我们。另外呢，我们的邮箱是文史新韵@gmail.com， 因为最早期我们曾经做过文史新韵节目，所以邮箱的名字就是文史新韵的拼音。也欢迎大家发邮件给我们，我真的很期待来自您的信息呢。好了，那我们下次见。